近日，一份讓五角大樓震怒的預算草案在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敲定，條款簡短但直擊要害，禁止空軍在2027財年退役超過2架 U2S， 並專門撥款8100萬美元，用於4架 U2S 的基地及深度維修。這是繼2024年、2025年連續阻斷，以及2026財年限制退役8架以內後，國會對空軍的又一次公開反對。空軍曾試圖清零 U2 全部經費。2025年5月，國會剛批准1年延期，不僅恢復經費，還額外撥款5500萬美元恢復3架。2026年更直接修4架。而空軍的2027財年預算中 ，U2 運營維護費被徹底清零。一邊是空軍急於騰出預算，用更先進的平台接管天空；另一邊是國會死死護住這塊冷戰活化石，動用立法權強行為它續命。這不僅是錢的博弈，更是戰爭布局與技術信仰的深度碰撞。為什麼一架誕生於艾森豪威爾時代、機齡超過40年的高空偵察機，在隱身無人機與高超音速導彈的時代，依然被視為不可替代的國之重器？今天讓我們走進加州比爾空軍基地的機庫，看看這架龍夫人到底有什麼魅力。當座艙蓋鎖緊，發動機轟鳴，飛行員穿上那套笨重的全壓服，這就成了一場孤獨的遠征。這套全壓服重達90磅，約41公斤，由3層 Nomex 防火材料制成，共有約12種不同尺寸，每位飞行員配備2套，每套造價約12.5萬美元。穿上它需要生命支持團隊的專業協助，從特制靴子、手套到頸部锁環固定的宇航员式頭盔。登机前，飛行员要呼吸纯氧至少1小時，以排出血液中的氮气，否則一旦座艙失壓，氮气會在血管中形成氣泡，致命程度不亞於任何外部打擊。在7萬英尺的高空，那裡沒有空氣，沒有風，甚至沒有雲，座艙加壓維持在約35000英尺的大氣水平。也就是說，飛行员的身體在35000英尺的虛擬海拔，但窗外是幾乎真空的平流层。一旦座艙失压，全压服會自動充氣，將環境維持在35000至39000英尺的可生存水平。如果這套系統也失效，在63000英尺以上，血液會沸騰。抬頭看是黑色的宇宙邊緣，低頭看是地球的弧線。在這裡，每一個指令的下達，每一次傳感器的開啟，都是在死神眼皮底下的一次刀尖起舞。但 U2 最危險的時刻，反而不在7萬英尺的高空，而在降落的那一刻。這架飛機被美國空軍內部公認為最難降落的飛機，它的翼展長達105英尺，約32米，比機身還長，是任何單座噴氣式飛機中最大的。它的起落架是自行車式的，只有中線一排輪子，兩側沒有支撐，飛行員必須像在平衡桿上一樣保持平衡，控制機翼水平。更糟糕的是，它沒有任何電傳飛控輔助，所有操縱都是純機械的。降落時，地面效應會讓飛機產生奇怪的漂浮感，稍有不慎就會彈跳、側翻、衝出跑道。為了幫助飛行員判斷高度和姿態，空軍不得不安排一輛追逐車，在跑道上以超過20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緊貼飛機，通過無線電告訴飛行員，輪子離地還有幾英尺，機翼左低右高。數据不會說謊，在全部建造的 U2 中，近1/3毀於事故。截至2022年，近33%的 U2 事故是致命的，每1000飛行小時，飛行員有5%的概率在事故中喪生。仅1956至1960年間，就有20架 U2 墜毀。2022年又有2起 U2 事故發生，難怪這架飛機被飛行員們稱為寡婦制造者。一位老飛行員曾經形容過那種感覺，這架飛機根本不是在飛，而是在跟你搏鬥。U2 永遠不會向你妥協，它就像一個喜怒無常的暴君，只要你稍有疏忽，它就會反咬你一口。降落 U2 永遠是你職業生涯中離死神最近的時刻。可就是這樣一架飛機，飛了70年。在深入之前，我們先來回答一個基礎問題：間諜飛機到底是什麼？簡单來說，間諜飛機就是飛行的眼睛，它的任務不是去打仗，而是去看敵人的導彈部署在哪裡，看對方的艦隊在往哪個方向移動，看戰場上的每一絲細微變化。他把看到的一切轉化為情報，然後讓決策者決定下一步怎麼打。但看這個字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你得飛得足夠高，高到對手打不着你；你得看得足夠遠，遠到能穿透雲層和偽裝；你還得足夠持久，久到能在目標上空長時間盤旋。這就是高空戰略偵察機的使命。他站在戰場的最邊緣，用最昂貴的技術手段為指揮官提供最寶貴的信息優勢。在現代戰爭中，誰看得更遠，看得更輕，看得更快，誰就握有先手。間諜飛機的歷史幾乎和飛機本身一樣長。一戰時期，雙方就用偵察機帶着相機飛到對方陣地上空拍照。二戰時期，偵察機成了戰略轟炸的眼睛。冷戰時期，高空偵察成了大國博弈的核心籌碼。而 U2 正是這一歷史演進的巔峰之作。
U2 的故事始於1955年，洛克希德抽油工廠的傳奇掌門人克拉倫斯·凱利·約翰遜僅用了不到1年時間，就將這一瘋狂構思變成了實體。當時的航空界主流都在追逐超音速和流線型，凱利卻反其道而行之，他給 U2 裝上了一對長得離譜的機翼，讓它看起來不像戰機，更像一個擁有噴氣發動機的巨大滑翔機。他的目標非常純粹，飛得高。在那個地对空導彈技術剛剛起步的年代，7萬英尺是一個絕對的安全區。在那裡，天空呈現出深沉的靛藍色，地球的弧度清晰可見。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是龍夫人的成名之戰。當 U2 將拍到的蘇聯中程彈道導彈基地照片擺上白宮的桌面時，世界在核戰爭的邊緣顫抖。從那一刻起，龍夫人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全球監視體系的核心。但如果你以為 U2 只是依靠飛得高來保命，那你就小瞧了它。今天的 U2S 早已脫胎換骨，它搭載了通用電氣 F118 涡扇發動機、數字化航電系統與合成孔徑雷達，這賦予了它同時執行光學成像、信號情報收集和電子情報收集的能力。它甚至能通過實時數據鏈，直接將戰場情報推送給前線的指揮官。U2 搭載的 AS-12S2 先進合成孔徑雷達系統，能夠穿透雲層、煙霧和偽裝網，在7萬英尺高空生成分辨率極高的地面圖像。你不需要飛到目標頭頂，它在幾十公里外就能把地面上一輛卡車的型號、大小，甚至行駛方向看得一清二楚。此外，它還能收集信號情報和電子情報，捕捉敌方雷達的開關頻率、通信信號的特徵模式。2026年3月 ，BAE 系統公司剛獲得一份合同，為 U2S 的 AN/ARQ221 先進防禦系統提供維護支持。這套系統能為飛行員提供雷達告警和電子對抗能力。時至今日 ，U2 和70年前的它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的它戴着尖端的數字化智能眼鏡，在戰場邊緣搜索着足以左右局勢的情報碎片。那麼，面對如此輝煌的履歷，美國空軍為何非要置它於死地？在2027財年部隊結構報告中，空軍給出的理由冷酷而直接：該平台在未來高端衝突中已不再具備生存能力，繼續運營將帶來重大的安全、後勤和財務風險，超過了該平台在強對抗環境中的剩餘效用。在空軍看來，將這些錢投入到 RQ-180 隱形高空無人機，一款被觀察家們稱為幽靈的絕密飛行器，或是即將部署的天基偵察衛星網，是更符合2030願景的理性選擇。RQ-180 由諾斯罗普·格鲁曼研制，採用飞翼布局，融合了稀薄材料、熱信號與電磁輻射管理等先進隱身技術。空軍的想法很直接，讓飛行員冒着被擊落的風險去飛一架老古董，在現代戰爭中既不划算也不合乎情理。更何況退役整個 U2 機隊每年可節省約6億美元，但空軍的提案被現實駁回了。RQ-180 雖被觀察家們反覆提及，2026年初，這架絕密無人機首次被拍到在希臘拉里薩空軍基地附近進行晝間飛行，外界得以首次清晰地觀察到其機身底部的傳感器窗口和起落架等關鍵細節。有分析認為 RQ-180 很可能已投入實戰部署，用於監視東地中海和中東的高危險環境，但它的具體性能、數量和形成戰鬥力的時間至今仍是高度機密。衛星雖然強大，但它們的軌道是預知的，變軌需要時間，無法像 U2 那樣說去哪兒就去哪兒。在戰場瞬息萬變的危機時刻，那種由人類決策者實時控制、快速部署、常識盤旋，並能根據現場情況及時調整觀測角度的能力，至今沒有任何一個自動化平台能完全複製。國會對此心知肚明，在立法者看來，這就是一場豪賭。在真正可靠、全面且具備實戰驗證的隱身無人偵察體系形成戰力前，強行退役 U2 就是在美軍的偵察能力網格中挖坑。一旦爆發區域衝突，情報斷檔所帶來的災難，遠比1年幾億美元的維護費用更昂貴。而且 U2 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能飛，更在於它已經飛了70年。這是一套經過實戰檢驗、體系完整、人員熟練的成熟系統。讓它在替代方案成熟之前退役，等於主動放棄一個已知的好，去賭一個未知的更好。這就是為什麼每次空軍想淘汰它，國會就一定會跳出來續命。2024年，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在2025財年國防撥款草案中明確阻止 U2 的任何退役。2025年，空軍在2026財年預算中試圖清零 U2 的全部經費，結果國會不僅恢復了經費，還額外要求恢復3架 U2。2026年更直接禁止退役超過2架，還要再修4架。這是一場持續4年的拉鋸戰，一方是追求技術前瞻和成本優化的軍方，一方是堅守實戰經驗和備份思維的立法者。
2026年2月28日啟動的史詩之怒行動，給了我們一個審視 U2 真正價值的窗口。這不再是冷戰時期那種簡單的拍照，而是一場高烈度的多域作戰。24小時內打擊超過1000個目標。在這次行動中， U2S 不僅要躲避敵方的區域拒止火力，還要在混亂的電磁環境中執行高精度的偵察與通信中繼。U2 的戰術價值體現在3個層面。第一，戰略預警。U2 可以在衝突爆發前就飛越潛在戰區，把敵方的兵力部署、導彈陣地、雷達位置全部拍下來。這些情報讓指揮官在開戰第一天就握有完整的戰場畫像。第二，戰損評估。在空襲行動後， U2 可以迅速重返目標上空，拍攝打擊效果照片，哪些目標需要2次打擊，哪些已經被徹底摧毀。這些信息讓指揮官能實時調整作戰計劃。第三，信號情報收集。 U2 不僅能看，還能聽。它的電子情報傳感器可以捕捉敵方雷達的開關頻率、通信信號的特徵模式，甚至在敵方發射導彈前，就通過信號變化預判其動向。在史詩之怒的極端環境下，這雙眼睛從未閉上。對於戰場一線的指揮官來說， U2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信心保障，因為他們知道，無論對手如何試圖隱藏，在7萬英尺的高空，總有一個龍夫人在盯着他們。這不僅僅是飛機的價值，這是人類駕駛員的不可替代性。無人機也許更隱身、更便宜，但那種在極端壓力下由人類做出的實時戰術判斷，在幾秒鐘內決定該拍什麼、該往哪兒飛、該不該關閉所有發射器進入靜默，是任何算法都無法複刻的。一架 U2 的年度維護費約數千萬美元，對比起一旦情報丟失而導致的100億級戰略誤判，其性價比高得驚人。在史詩之怒行動中， U2 從阿聯酋達夫拉空軍基地起飛，執行了多次橫跨波斯灣的高風險偵察任務。即便地面威脅變得更加複雜，這套近乎古董的偵察體系依然在為戰略決策提供着關鍵信息支撐。U2 到底還能飛多久？這是一個令五角大樓和國防工業界都感到困惑的問題。2025年7月31日，就在 U2 首飛70周年之際，一架 TU2S 從加州比爾空軍基地起飛，飛行超過14小時，跨越6000海里，打破了 U2 的耐力記錄。這架飛機飛越了美國本土全部48個州。這不是一次普通的飛行，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活化石宣言，告訴全世界，這架70歲高齡的飛機還能飛，還能打，還能完成任務。一位參與飛行的飛行員說，現在 U2 已經70年了，70年在7萬英尺，正是展示這架飛機真正能力的時候。龍夫人的退役是人類從親眼所見向算法決策演變的路標，它見證了從銀鹽底片的顆粒到數字比特流的瞬間，從艾森豪威爾的辦公桌到全球衛星指揮中心，從古巴導彈危機的黑白膠片到史詩之怒的實時數據鏈。或許 U2 的結局不會是悲情的退役典禮，它會在 2Q180 等新一代平台成熟後慢慢退守次要戰區，最終在某一個午後靜靜降落在最後一趟任務的跑道上。當那台發動機徹底熄火，人類駕駛員在7萬英尺高空親手觸摸戰場脈動的時代也將隨之落幕，而接替它的是算法、數據和無人系統組成的新秩序。這不僅是 U2 的終局，更是關於人在戰爭回路中角色的深刻拷問。當一個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幾秒鐘內的直覺判斷可以被機器替代時，這條防線我們該不該放手？本期關於 U2S 的分析就到這裡。最後有2個問題想和各位討論。第一，如果明天 U2 就要退役，你覺得他的繼任者 2Q180 真的能接住這把情報之傘嗎？空軍的前瞻性布局和國會的穩妥過渡，誰的方案更符合現代戰爭的需要？第二，如果我們默認無人機和衛星將成為未來偵察戰爭的主宰，各位認為有人駕駛高空偵察的時代真的應該終結嗎？那種人類飛行員在7萬英尺高空幾秒鐘內做出的直覺判斷，是不是我們不該輕易放棄的最後一道防線？歡迎在評論區留下各位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分析，別忘了按讚、訂閱並轉發。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